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净化心念不只是可能的，而且十分重要。心净化了，就不会有来自家庭生活、生意上、个人习性或者单纯的无知所引起的冲突。要达到净化心念的境地，你一定要养成念住力和分辨力。这第一步是要能觉知自己的心念，能经常看住自己的念头，你就能学会分辨净化和染化的心念。分辨的标准是何者带来的自在解脱，何者带来束缚和无明。你之所以是你，是因为你有自己思考、感受、理解的方式。对别人怀有敌意或者只看见负面的地方，都是没有益处的。负面思考是无法用肥皂和水洗得干净的。如果你老是受到自己的思绪所冲击，这表示你把它当做了自己。如果你能客观地看着自己的思绪，那么那些唱反调的、负面的、消极的念头就不能影响你。要听从自己的良知，它会老实告诉你，你的想法、言语、行为是否是对的。若行为和言语之间，以及你的言语和思想之间是调和的，那么想法就是对的。如果认为不对的，仍然去做了，那就会造成冲突。人的心会一直盘旋在冲突的经验中，不要老想着造成冲突的负面念头，就能够免除陷入这种矛盾，才是有益的。要净化心中的矛盾，必先好好检查自己心中有哪些矛盾还没化除，是因为你一直不敢面对自己。要化解矛盾，就得克服对自己的恐惧。迷惑是由内在生出来的，是从心念或者智性而来，它的源头不在外面。若你陷入迷惑，是因为还没有净化自己的心念，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菩提智性给磨砺。在这忙碌的社会里，学会某些呼吸和静坐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些练习能帮你把心静下来，是净化过程的一个部分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听听南怀瑾老师开示的心行三部曲。所谓修行，就是先要我们修正心理行为。在静坐中，对于心念，可以用佛学的名词贪、嗔、痴做分类，看看哪一种念头特别多，而后在行为上慢慢的去修正。举一个很小的例子，比如过团体生活的时候，手脏了，看到旁边没有人，就用别人的毛巾来擦。这个小动作中就包含了贪嗔痴，不用自己的是贪，别人的毛巾脏了没有关系是嗔，这种不明是非的动作是痴。在心行上做功夫，最切实的就是看念头，无论是念佛、参话头、听呼吸、念咒子等，是否能够在几分钟内只有这个念头，忘记了身体，一切感觉都没有。我想一般人都做不到，假定做到了，也还不是禅，只是禅的一部分，而禅的修养最重要的着重于看，即内观、反照、反闻等。我们的念头，无论是思想或感情，都是乱七八糟、毫无头绪的。我们晓得佛者觉也，以现代的观念讲，什么是佛？绝对清醒的人。什么是凡夫众生？被宇宙实际现象迷惑的人。在监察心念当中，要慢慢的使其软化。软化是现代语，在佛经称薄地，厚的使它薄了，硬的使它变软。佛经中有一句话，众生的心拢力难调。再进一步，佛学称为善化，要我们使一切心念在变成行为的时候，完全是纯善的。至于什么行为是善，什么行为恶，在哲学的观点上，没有绝对的标准，因为善恶是非，同时空而有变动，所以这里不谈善恶的标准问题，只谈学禅在修养上心念的问题。能够达到纯善的境界，学禅算是可以入门了。这个时候在静坐中，慢慢的就会发觉有一段好像蛮长的清净境界，其实时间都很短，仅有几秒钟。大多数人都把这个清净的境界当作是道，有的小乘人却把它当作是空，以为达到这种空就可以断惑正真。哪里晓得这种清净境界，只不过是第六意识的起伏思潮暂时归于平静而已。其实这种平静状态还是第六意识的思潮，根本不是道，也不是禅，但却是过程中很好的现象。要能够把这种清净的现象定得愈久愈好。所谓全波是水，全水是波，若以为把波压平了就是道，
那是不究竟，使心波归于平静，只是修养的方法。平静以后再起心波，还是平静，才是大成的精神。这个时候的心波可以自己做主，也才能做到纯善。后来宋明的理学家们把这种方法变为修养的功过格，用红黑点记录善恶，作为反省的依据。有些人学袁了凡先生的办法，数红黑豆，如果气质不能变化，恶念不能善化，不管禅学谈得多么好，佛学说得多么妙，结果还是抵不了事，只是口头禅罢了。这个时候要注意，修养的功夫是指如何管理自己，并不是用这个标准去干涉别人。六祖坛经中2句很平实的话，常自见己过，与道极相当。可是一般人都犯了这个错误而不知，到达了善化还不算，必须再进一步的达到净化。净化与善化有什么不同？善化是做了善事，还有善的观念；净化则是慈悲与爱的愿力，同样为善，但一切善行都是本性自然的流露，不但不妨碍别人，更要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心念能够从软化、善化而达到净化，才算是真正学禅学佛。所以说，为什么静坐不容易的定，与心念是否净化有绝对的关系。如果说气质没有变化，心念没有净化，能够的定，绝无此事。那不过是生理上得到一点健康，与心理毫无关系。真得到禅定的人，是不会受男女老幼以及生理限制，因为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心念的净化上，这才是定的根本。修养的方法，道家偏重于生理，可是他也没有告诉我们生理就是道，只是入手的方法而已。而儒家偏重于伦理，佛家则偏重于心理。所以学禅学佛首先要求心念净化，如果真正达到了心念净化，生理必定跟着转化，健康长寿不在话下。而伦理上的待人处事，自然显出一团和祥之气，这就是唯心哲学的根据。这个时候只要一静下来，内心就会关照到自己的心光充满于内外，再进一步，心的功能都会发动。观心的要领，我的老师袁焕先先生曾形容说，尊前含笑看人头，我总认为有一点霸气，但却是参禅的心药。观心久了，最少有一样好处，对自己的念头会觉察得很清楚。而一般人脑子在想什么，大部分都不知道，往往话讲过了，事情做错了，事后再来后悔。可是真做观心的修行，就会发现是一种极大的苦行。大家大概都有这种经验，当我们动一个不正常的念头，要想用理智把它压下去，有时候根本做不到，这就是业的力量。观心的目的，最初步的功夫就是要消除心念的业力，而这股力量却很难切得断。如果对每一个念头都能够切断，学禅算是有了初步的基础。由此证明，会谈禅的道理不是禅，会写禅的文章也不是禅，必须返回来，在心地上做一番天人交战的功夫，才算是在学禅学佛了。观心者，就是如何修正自己的心理行为。有时候一个念头要经过好几年的磨练，才能够消得掉，真是一件苦事。因此，我经常劝一些年轻人，学禅如果不是切实的从心理行为修正起，干脆不要学，何必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做无效的事。观心要观到如六祖所说的不思善、不思恶，善恶都不起了，心境一片平静，固然还不是禅，但却是禅的起步，也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心能转悟，即同如来了。观心达到了心如明镜，在待人处事之间，一举一动都能够了了然然，这个时候只觉得一切都是为别人着想，这样慈悲心才能发起。如果是一天到晚昏头昏脑，一片无明的境界，还说自己在学禅学佛，鬼才相信呢。真做了观心的人，脾气急躁的一定会变得柔和，意志衰弱的也会转为刚毅。因此，是否真的学禅学佛，是骗不了行家的。心理行为改变了，生理自然会较为健康。其中有一个哲学原理，就是一切唯心。佛与禅之所以高明的地方，即在此处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动动手指，转发也是一种行善。
一个善良故事，每看见一次就是种善因的开始，每一次转发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